今天我们来评测下乐高8月新品10304雪佛兰科迈罗 Z28。那设计师为什么要在扶手箱里放一个印了数字5的圆形砖？两块可选的车牌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多版本的改造体验到底怎样？以及还有哪些非常容易被忽略的经典设计细节？通过今天的评测，我们来找一下答案。和以往的乐高同类套装不一样的是，这款车子除了像10295、保时捷911一样拥有敞篷和硬顶2个版本以外，乐高还专门为这款套装设计了3个不同的配色，以及2个不同的车灯版本。那玩家在拼搭的过程中呢，可以自由的去选择。所以它可以至少以6种不同的最终形态呈现给玩家。那如果再考虑2个不同的车灯版本，那么可以存在多达12种的不同展示形态，并且由于3种不同的配色，所以这款套装最终会多出来不少的不同颜色的零件，尤其是平面砖零件。这也意味着它可以为玩家的套内 mock 提供更多的方便。好啦，那我们现在开始拼搭。这里可以看到，在方向盘和转向联动方面，设计师没有使用齿轮，而是直接使用十字轴和万向节控制转向横拉杆的一个方案。这里看一下设计师对这个编号为69963的零件的应用，在这款套装中，它非常巧妙地被用来固定硬顶款的后车窗。那这里可以进一步的看到转向联动结构啦，比较简单的一个设计。这里可以看到关于科迈罗 Z28 原型车保险杠的斜角设计，设计师在这里主要使用了铰链零件配合梯形零件，对这个前端斜角进行了搭建。这里来看一下车门开合结构，那可以看到整个车门模块通过铰链零件和车身主体进行连接，并以铰链为中心进行旋转。但是设计师在这里设计了一个可以控制车门最大打开角度的结构。这里可以看到全新的4×10轮眉零件了，不过它的实际搭建作用应该不会只限于轮眉的搭建。那这里可以看到科迈罗 Z28 进气格栅的斜角设计，设计师在这里使用了双侧带柄铰链板等相关零件，对这个斜角进行了还原。好啦，那么大概经过4个小时的拼搭，这款科迈罗 Z28 就完成啦。我们先来看一下成品。那整体外观方面，可以看到这辆车是对1969年款的雪佛兰科迈罗 Z28 的还原，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那种从苗条的整体车身轮廓上所迸发出来的肌肉感。从引擎盖延伸到车尾的黑灰色条纹拉花，也是还原了原型车的标志外观特征。细节方面，引擎盖上的凸起则是对雪佛兰经典的 Car Induction 进气装置进行的还原。那车头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设计师通过条纹砖搭建出的进气格栅，两侧的圆形大灯以及下方的保险杠、底部的雾灯也都进行了还原。侧面的行车灯以及 Z28 标志则是通过贴纸实现。新开模的轮眉零件的加入，让这辆 Z28 在细节方面更加准确。金属色效果的轮毂零件不但让车子更加接近原型，而且也让最终的成品更显得具有高级感。车尾的细节同样丰富，除了尾箱盖上微微翘起的扰流板，下方的车灯则是通过红色透明的印刷砖进行了搭建。另外，车底的2根排气管也是做到了和原型车的一致。另外，乐高在这里也提供了2个不同的车牌，可以供玩家自己选择，其中一个是加利福尼亚 P4NT32， 另一个是密歇根 CHVY69。内饰方面，设计师同样花了不少的心思，整体呢是使用了红色的配色，座椅应该还是还原的经典的千鸟格款式，方向盘前面的仪表盘以及侧面的收音机则是通过贴纸进行还原。值得一提的是，在侧面的储物箱里还有一个印了阿拉伯数字5的一个圆形印刷砖。那除了能想到可能是硬币以外，大家还能想到什么别的设计用意吗？后排座这里还有一本 Modern Teen 杂志。杂志的封面上是乐高发布于1995年的编号为5541的经典老爷车。那功能方面，首先可以看到车子推行起来还是非常顺滑的，另外方向盘和前轮转向的联动也没有什么问题，不过这个方向盘的旋转幅度似乎比较小。那引擎盖、后备箱两侧的车门都可以打开，打开引擎盖可以看到里面的302立方英寸的 V8 发动机，不过引擎盖打开幅度非常有限。那后备箱里面是空的，什么也没有。
两侧的车门这个开合的感觉，大家自己感受一下。这里我们做的是敞篷版，那接下来就来看一下硬顶和敞篷的相互改装。那我们先回到拼搭过程中，可以看到在完成车辆主体以后呢，除了主体以外，后备箱盖模块是2个方案共用，那包括车顶模块在内的这4个模块属于硬顶方案，红色的这个模块呢则是属于敞篷方案。在完成敞篷方案拼搭的情况下，我们拆下几个小零件，拆下红色模块，然后装上几个小零件以及属于硬顶方案的4个模块，那硬顶方案呢就改造完成啦。整个过程大概用了3分多钟，虽然我们没有改回敞篷版，但是整个改装应该说都是非常简单的。那关于硬顶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车内后视镜下的2个白色零件，那有玩家能猜到这是什么东西吗？我们先继续尝试一下换色。那这里可以看到每个配色方案包括23个相关的零件，在拼搭方面一一对应，所以改色并不需要专门去看拼搭手册。那我们这里来试一下。测试下来整个操作并不复杂，大概只需要2分多钟就可以完成。那无论我们是选择哪个配色，最终我们都会多出来一共46片零件。这里也建议大家可以准备几个自封袋或者小盒子，把这些多出来的零件分类收纳起来。另外，关于车头灯，乐高同样给了开放式和封闭式的2种车灯供玩家选择。我们只需要把这2侧的模块拆下来，然后把开放式圆灯模块和这枚封闭式大灯的印刷件之间进行切换，再装回去就可以啦。整个改装不到1分钟。2块车牌的改装最简单，那直接拆卸替换就可以啦。好啦，那么最终总结一下，这款雪佛兰科迈罗 Z28 从整体拼搭感受来说一如既往，内部零件的分色做得非常好，拼搭步骤也非常的合理，多款式版本可以供玩家自由选择的设计，让玩家在拼搭过程中可以享受更多的乐趣。那和此前10295以白色为主体不同，这款10304以黑色为主体颜色，加上白、灰、红3个配色方案，所以我们相信它应该可以给玩家套内 Mock 提供更好的支持。那最后来说隐藏的小彩蛋，硬顶款车内后视镜下悬挂的2个白色零件，则是对模糊骰子的还原，也叫毛绒骰子，也是在当时如果对非法街头赛车感兴趣呢，那么就会在这里挂这样的一个骰子，意味着司机愿意在危险且不受监管的街头赛车世界中与死亡赌一把。再说一下车牌，那 P4NT32 这块车牌，设计师把原本的字母 A 修改成了4，把字母 E 修改成了3，那实际也就是代表 Panther 这个英文单词，也就是雪佛兰科迈罗 Z28 上市前所使用的代号。而 CHVY69 这块车牌则是代表 Chevrolet 1969，也就是标志了它的原型车。那我们到底选择哪块车牌呢？然后是拼硬顶还是敞篷？车灯选开放式还是封闭式呢？这些丰富的可选项在增加趣味性的同时，也让这款套装堪称选择困难症玩家的噩梦。所以乐高在扶手箱里放了1枚硬币，懂了不？所以啊，这就是用来给大家抛硬币用的。当然这是我们猜的啊，不然为什么不放一个钱包呢？那在包装方面，彩盒的正面是黑色的背景搭配积木的成品图，左下角标注了18+的年龄定位。那另一面除了背面视角的成品图以外，还对产品的功能进行了介绍。另外在彩盒的侧面还可以看到通用公司的授权2维码。打开彩盒，1456片零件被分成了8个大步骤分包，那可能是因为运输的原因，打开彩盒贴纸就是这样的啦。拼搭手册的厚度适中，同时乐高在里面用了8页的篇幅，对雪佛兰科迈罗系列的历史发展以及这款乐高套装的设计思路进行了介绍。那本期就到这里啦，下期见，拜拜。